你老婆告诉你的。你不要去。为什么？你不能做这个手术，我不同意做。你不同意？你能跟你老婆离婚，做我们孩子的爸爸吗？我不能。你不能，你有什么权利管我？姐，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？你暂不考虑住院动手术的事儿。我改主意了。为什么呀？是不是叶双跟你谈了什么事儿？是不是叶双他给你施加了什么压力？萧关鹏，既然你不可能，也不打算对这个孩子承担责任，你又有什么必要来关心这个孩子的命运？如果你愿意承认，并且接受他，你才有权利来跟我谈论这个孩子的事情。否则，你免开尊口。对不起，我的时间到了，车在下面等我。你怎么着？走，还是留下给我看家？姐，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？姐，姐，啊，还有这样的事儿啊？我还没跟大伟证实呢，不过我相信你妹妹说的。我真是奇怪，怎么会没人跟你说这事儿呢？看来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个局外人吧。也可能，我就没给他机会吧。看来丛芳菲也一直被蒙在鼓里，要不然她不会答应今天跟你去做手术的。对呀，是。对，他答应我今天去医院呢。哎，我得赶紧给叶涵打电话。哎，你为什么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呢？因为你说的全都是废话，我不想听。可这句话你必须听。我不让你去做手术，那是因为你不能做这个手术，否则你将冒着极大的风险。你的身体已经根本不适合做这类手术了，它将会危及到你的生命安全，你懂吗？这是谁说的？你别管谁说的，你相信我。危言耸听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我又不是没打过胎。对，正是你有过一次不成功的引产手术，才留下了后遗症。谁告诉你的？你要是不相信我，咱们可以去医院，让医生给你做一个全面的检查。有什么用吗？即使我不能做这个手术，我能一个人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，一个人把这个孩子养大吗？再让这个孩子背上一个私生子的名义，度过他的一生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宁可死，我也不会这么做的。你听明白了吗？Jane， Helen， 我们走。对不起，Jane，如果你要去医院做手术，我不能送你。为什么？我姐姐刚才打过电话了，她是刚了解你的情况，她对你提出的要求表示道歉，希望你能从健康出发，重新考虑一下你做的决定。还有什么好考虑的？你去还是不去？不去的话，我自己打车了。哎，姐，我看不如这样吧，我送你，你要去哪儿我就送你去哪儿，好吗？好吧。姐夫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姐？李姐，她在哪儿啊？戴维，是不是你告诉萧关鹏，说我身体有问题，要我保住这个孩子？对呀。你为什么要编织这个谎言？为什么要给我找这个麻烦？姐，这儿。
姐呢？戴维送他去医院了。他真的去了？你放心吧，戴维不会让他冒这个险的。他会把事情的真相告诉 Jane， 然后正式的向他求婚，希望 Jane 能允许他来做这个孩子的父亲。那你怎么办啊？我什么怎么办？祝福他们。妈，担心我嫁不出去啊？我估计Jane不见得会同意。你估计？是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是Jane。这是我记录的当年医生的谈话，划线的部分是重点部分。还有这个，这是后来我根据这种病情查的医学资料，它可以证明医生的话绝对不是危言耸听。你真的是不适合再怀孕了，否则的话会非常危险。你可以不相信我的话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咱们可以带着这些去看医生，让医生亲口告诉你，你是不是不适合再做人工流产了。你别用这种眼光看我说的不是。你是个骗子，你害苦了我一辈子，妈妈。这你别这样！别碰我，我什么都不想听。姐，你听我说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正式向你求婚。求婚？是。怀着别人的孩子，我会照顾好你的，也会照顾好孩子。让我来当孩子的父亲。为什么？是为了可怜我们吗？因为爱的也是赎罪。如果不这样的话，我会一辈子得不到安宁的。你能答应吗？为什么？你不是孩子的父亲。是啊，我也有些担心。Jane是一个很独立的女性，她怎么可能轻易的去接受别人对她的安排呢？而且我看得出来，她对戴维已经没有感情了，所以她怎么可能勉强自己答应这桩婚姻呢？就是这样。可是要不这么做，难道还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？又要体面的把孩子生下来，又不能太勉强自己。什么呀？除非你跟他结婚。是这样。姐夫，
你说什么呢你？那你跟我姐怎么办？我的确不是孩子的父亲，可是孩子的父亲是不会站出来承担这一切的。你要一个人承担。我知道我伤得你很深，你对我的感情。如果这些话从孩子的亲生父亲嘴里说出，你可能会信任他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？如果那样的话，就又会毁掉另外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。他的孩子怎么办？我们已经谈过了，他一再向我表白，他确实对你有好感，但是绝对不会为了你抛弃他的家庭，因为他爱他的妻子，爱他的女儿。你好好想想，如果你硬逼着他离婚和你在一起，我不信。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姐，姐，姐，姐夫，你说什么呢你？那种话能随便说吗？不是随便说的。你还不承认？你知道你刚才说的什么？你说你要跟我姐离婚。是啊，我要离婚。不离婚，我怎么可以跟亲结婚？我不答应跟他结婚。那我姐呢？我姐怎么办？还有萧雅，萧雅怎么办？你还不赶快去追我姐？你跟她解释解释，然后咱们再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没有这种办法。有办法，你可以去找剑，你跟他好好谈谈，让他接受戴维。我怎么能做这种事儿？我自己犯的错，为什么要别人来替我负责？我知道你是爱戴维，他对你也有好感，你不牺牲自己，等于是在替我收拾残局，代我受苦。我也是男人，我为什么就不能牺牲我自己，把自己造成的后果承担起来？你真是不可理喻。